美国非农数据不出所料的塌了，结果美国老乡喜大普奔呢。你看这失业率高兴成这样，因为加不了息了嘛。那边呢日元汇率连创新低，结果呢渡边太太们也拍手称快存在美国的钱更值钱了。本国经济越差，怎么还显得经济越好呢？神不神奇？霍尔木兹海峡又进入了薛定谔的状态，欧洲发达国家缺油少气，制造业全面躺板板。结果金融市场股债双高，比翼齐飞，股债跷跷板效应根本不存在的。这在焦虑贵族嘴里属于是神功大成的迹象你们是不是把自己的葵花宝典送给他们了？而另一边呢，美元指数一路上涨，结果呢，人民币骑着美元飞，我国出口还再创新高了有人说这是金融危机的前兆如果流动性风险大爆发，我们在劫难逃。还有人说这是 AI 泡沫，如果西方的链有问题，我们也难以独善其身。要我说，真正的变量只有一个，中国变强了，财富被我们留在了自己的盘子里，原来靠榨取我们的财富的整个系统自然就萎缩了呀。总有大明白让我解释为什么我总说西边不行，结果人家市场走这么高。今天我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因为钱多资产少，所以单位资产上的价格就变高了。无论股债还是物价，没有那么多东西撑着，放了太多的水就显得很贵。不是他们的市场红火，是他们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币不值货了。现在整个西方经济学所有的失灵和错误判断，如果消除掉我国经济发展这个变量，现在都依然能成立。比如股债跷跷板，在西方传统金融框架里，这俩向来是反向资产经济越好，钱进股市，债市就下降；那经济差呢，钱就去债市避险那股市就平淡。这玩意儿是过去50年对冲基金的祖师爷规矩。可是现在呢，整个西方为什么都股债双热呢？这不是什么神功大成的迹象这是因为中国这头经济的大象站在了跷跷板的另一边，直接把对手盘一竿子给支在这儿了。现在真正的全球经济的底色是我国掌握最大规模的实物资产和最完备的稳定的供应链。中国资产正在成为全球的无风险资产锚，所有风险偏好低的资金都在向东流，因此把西方所有的资产都当作高风险资产在炒。说人话就是西方凭借军事技术、政治价值观、国际秩序等一层层垄断垒起来的这个财富鱼塘漏了。经过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的鱼儿早就顺着洋流游到咱们中国这儿了。他们那破池子里只剩下央行天天放水的那个水了，鱼都没了。你看这水面越灌越高，池子里不管飘的是什么玩意儿不管是股票债券还是什么金融衍生品，价格它可不就跟着一块往上涨吗？所以原本这个鱼塘遵循的西方那套经济规律它就失效了呀。最明显的就是汇率嘛，大家都知道日元和美元的这个套利机制借日元存美元吃利息差嘛。那这个套利模式最重要的基础是日本绝不敢在利率上跟美联储叫板。但是呢，有一批做人民币和美元套利的这个群体，它就很稀有算是跨境套利界的傻狍子。为什么说稀有呢因为跨境套利这个事儿主要要有2点。第一呢，是要稳定的利差，第二呢，是要有比较大的规模。而这帮傻狍子呢，一般呢是加5到10倍的杠杆来做去赌咱家央行不敢升值。这个心态就跟过马路不看车，心里默念他不敢撞我一模一样。然后结果大家就看到了，人民币在全球地缘动荡、供应链崩溃的当下，由我国全球独步的稳定性和制造业能力作为支撑，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于是今年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了 3%， 中美的货币利差一下子被压缩到了 1.25% 到 0.25%。于是这帮傻狍子就被自己的5到10倍杠杆给定点爆破了真的是担着白粉的风险，10%到15%的风险盼着是白菜的收益0.25%的收益。现在大家看到的痛心疾首的在那疾呼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形成压力的那帮子人，十有八九是这帮狍子我们的货币背后站着的是全球最大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而美元靠的是金融溢价。08危机和疫情2次大放水之后形成的这个巨大的水池子，根本这些资金不进入实体经济，全在金融市场里空转。而人民币靠的是实打实的物理输出，这2套逻辑现在是各走各的道。想搞套利至少你得要找一个像小本子那样一个主权被阉割的家能毫不犹豫的把自家的经济给美国当血包才能有跨境套利的土壤。
我笑日元被凌迟，有人就跟我留言强调日经225创新高，你要是馋你就快去哈。这个汇率暴跌说明你日元的实力购买力彻底成渣了。股市狂欢说明你的资金流动性彻底泛滥了。日本现在正在向全世界展示一种叫做截肢了，还以为自己在长高的行为艺术，你可以去贡献一臂之力所以那些天天故弄玄虚的宣扬美股 AI 泡沫破了会砸到我们，日元贬值会引发全球流动性的风险，欧盟又要倒逼人民币升值重创我们的外贸等等我看这些言论主要的一个感受是羡慕。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么毫无保留的给别人尽孝，还能如此的开心呢？一点逻辑不讲，但是口口声声的要给你讲逻辑，满脑子都是贵族精神的膜拜冲动张嘴闭嘴的就跟你说理性判断。其实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就是不愿意承认一个最根本的事实，过去那套金融教条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财富可以源源不断的由中国制造向西方流动，而一旦西方这个抽水机停了，那套理论大厦连个承重墙它都不剩了。说句扎心的话，没有中国制造的底层支撑，美国的 AI 故事就是一个随时会破的肥皂泡。全球的算力基础设施、散热系统，哪一个离得开我们的供应链？日本的危机根本不是汇率危机，那是产业竞争力彻底衰败的绝症。至于说欧盟倒逼我们升值就更可笑了，现在不卖空调给他，他分分钟都得民生崩溃。不是我求着他买，是他除了我没有别处能买。拿50年前的旧地图找今天的新大陆，活该你天天焦虑。其实全球的金融规律在当下已经陷入到了跟此前50年完全背离的失效的状态，只有一个原因，财富实体不再由中国制造流向西方，而是源源不断的被加速制造，而且留在了我国。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主导的这套体系本质上它就是个金融抽水机，我们负责出卖劳动制造东西，他们负责印票子发资产，通过货币霸权把我们的劳动成果抽走。在这个旧秩序里，所谓的股债跷跷板、汇率联动，全都是为了这台抽水机能平稳运行而量身定制的规矩，并不是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这套机制彻底宕机了。为什么？因为咱们不干了，不仅不干低端了，还顺着产业链把高端也包圆了。咱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了全球接近30%，从造船到新能源，从机器人到半导体封装，资源不再单向流向西方，西方的这个池子漏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搞垄断、搞制裁、搞小院高墙，想方设法的加固这个池子，想把财富锁在池子里面，结果发现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池子里的鱼已经都游到我们这儿来了，他们只剩水了。所以你看到的跟流动性相关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不管是股债还是商品价格。50年前我们看西方觉得什么都高级，对吧？彩电、冰箱、小汽车，连人家超市里的罐头那都觉得是很遥不可及的工业奇迹。50年后的今天呢，攻守之势一也，中国成了全球商品最充裕、物价最稳定的地方。咱们老百姓享受着极其丰富多样的食品供给，用着数之不尽的各种高级小家电，电力稳定，物流发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讨论的其实根本不是口号上的东升西落，我们讨论的是实打实的资源流动方向的逆转。反观欧美，超市货架空缺成了常态，基础生活用品的价格涨得离谱，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当制造业的根深深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财富自然就会在我们这里沉淀。这背后是硬核产业的底气，而不是单纯的货币放水。所以现在焦虑派嘴里的危机前兆理论异常，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中国存在且中国强大。如果不存在我们这个变量，曾经的一切教条都还能发挥效果，而现实和历史都不存在如果。各位现在看见的全世界上的所有的乐子，美国的混乱，欧洲的匮乏，日本的极端，都是因为我们压在跷跷板的另一端，咱家的财富增加速度变快了，不被系统性的抽出到发达经济体了，我们不再当牛做马了，杨大人就遭罪了。结果呢，有些买办呢就见不得自家的大人受苦天天跳着喊着杨大人不好过，你们也要被波及。这个世界是物质的，在物质世界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蛋糕它是有限的，我吃的多了，他们必然就少了。他们的货币只是装蛋糕的盘子，蛋糕咱都有了，咱缺盘子吗？
所以有些论调说啊，美日欧的问题最后会变成危机，最后变成我们的问题，仿佛在跟你说理论说逻辑，其实他在说的是快把老爷再供养起来，我们赶紧去当牛做马，投降输一半的 2.0 版本罢了。而现实是金融业所依赖的货币，因为实物主权的缺失，货币上承载的资源已经大大减少了。现在金融不唱主角了，资源都在我们这儿了。因此，原有的建立在西方货币可以控制全球资源上的这个秩序、规则、原理，现在都在面临着失效。这里呀，我想给焦虑派吟诗一首啊，为袍子爬出的洞，我帮你堵上了，让人自由的门敞开着，站起来吧，焦虑派们。